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介绍另一款服务墙的代理工具。那么这款代理工具跟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 GoFlyway 有点类似啊，它也是一样的，需要在谷歌云上进行搭建以后，在 Windows 本地端进行配置结合，从而实现科学上网。那么它的这个代理的这种方式跟这个 GoFlyway 有点类似，只是它安装的代码有点不一样啊。那它们的速度的话，应该算是不相上下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是如何搭建这款名叫这个 DAZE 的服务墙代理工具。那首先的话，我们进入到谷歌云，搜索 GCP 进入谷歌云啊，然后我们选择 Google Cloud， 点击转到控制台啊，前提是你要已经登录了。我们点击这边的导航菜单哈，进入到 Computer Energy， 选择 VM 实例，点击创建实例，命名，然后我们选择这边的这个区域，选择这个台湾哈，然后这边的这个启动的这个磁盘选择这个189的，然后允许 HTTP 和 HTTPS 流量，点击这边的管理网络，选择入站和出站的防火墙规则，点击创建。创建好以后，我们点击这边的 SSH， 那这个时候我们取得路的简讯啊，速度杠小写的 i 回车，这个时候我们贴入 DAZE 一键安装的代码，然后安装好以后它会自动执行，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它的这个数字1进行安装，然后呢这边它要让我们选择这个端口啊，那这个端口的话一般是80或者是8080或者是8880，那我们默认的就用8880，这个的输入它的密码啊，按回车，密码自己定义啊，然后这边的这个加密方式或者是说混淆方式哈，这边我们用默认啊，如果是说需要匿名进行这种搭建的话，那么我们后续再来介绍第二种，那我们直接选择第一种，那就直接按回车。啊，这边的这一个伪装的话，因为我们选择的是第一种协议哈，所以其实这边就不用的，就按回车就可以了，就是默认是不伪装的。那这边的这一个是这个域名的 DNS 啊，这边也是默认的，直接按回车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它开始安装啊，这个安装非常的快啊，大概1分钟都不用。安装完以后它会自动启动啊，这个时候我们用鼠标滚动一下，向上滚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你这个 DAZE 的这种配置信息，我们把这个配置信息复制下来就可以了。它的配置信息非常的简单啊，那我们直接创建一个记事本进行放置这个配置信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配置信息跟我们本地的这个 Windows 里面的这个下载好的客户端 DAZE 的客户端进行一个配置啊。那我们把这一个客户端进行解压啊，到时候我会把这个客户端的这个安装包放到这个云盘上面，到时候你可以直接根据这个视频简介里面的这个链接进行下载就好了。我们把这个拖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双击打开，
然后点击右键解压到当前文件夹。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解压出来以后，会有一个 DAGE 的 tools 这个文件啊，那我们直接双击打开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打开以后，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的这个谷歌云上的这个配置的信息一一的填到这个这边来啊。第一个就是服务器地址，你要填这一个我们的这个 IP 地址，然后这个端口要填这边来，然后这个密码填这边啊，这个加密默认就是 ASH 啊，那我们一一的填一下，我们复制粘贴一下啊，把这个复制一下啊，把这个勾一下啊，那我们把这个删掉啊，把这个拷贝一下。然后这边的这一个服务器的备注你就可以不用备注了啊，你就输一个就好了。然后这边这个文件位置要注意一下，我们需要浏览到这个就是它对应的这个 DAGE 的一个 ESE 文件。这边要注意一下的就是说，如果你的电脑是64位的，那就选64位的；如果是32位的，你选32位的啊。那我这边是64位的，所以选这一个打开。这个时候呢，要保存这个配置啊，点击保存。保存好以后，我们退出当前的这个代理工具啊。那我们在没有启动之前，我们看一下啊，肯定我们是没办法访问 YouTube 的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是没办法访问。那这个时候我启动这个代理工具啊，这个时候你点击允许访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双击打开这个谷歌的浏览器来测试一下，点击这个 YouTube。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没办法上，这个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并没有把这个当前的代理模式设成全局啊，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代理的这个规则设成全局，然后代理模式的话设成全局的啊，因为这个 PAC 模式的话，它有的时候这个规则并没有更新。所以它没办法正确的或者是说合理的这种进行这种设置，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实现这种扶墙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停止，然后再重新启动它。这时候我们再尝试一下。OK， 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正常的访问了啊。所以当你这种搭建完以后，如果不能正常访问，一般情况是因为你这边的这个代理的模式并没有切换成全局模式。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DAGE 这种扶墙这种代理工具的话，它第一次访问的时候速度会稍微的慢一点，但是等它正常访问以后，那么它的速度就跟我们平常用的 SSR 或者是 V2 是没有区别的啊，所以它们的速度是均衡的。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选择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视频进行测试一下这个整个的速度啊。那么这个速度的话，仅供参考啊，具体的话还是需要取决于你本身所处的位置和你自己本身网络供应商的带宽。OK， 这个时候我现在是把这个设成1080p 啊，测试一下。然后我把这个统计信息给调出来啊。OK， 那我这边的话跑出来最高就只能达到1万多哈。那么你们的话应该理论上会跑出来的话会比我的更好，因为你们的带宽应该相对会比我好很多。OK， 那么今天我们这边的这个内容就介绍到这边哈，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欢迎点击视频右下方的订阅按钮，也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评论、点赞和转发。OK， 拜拜。